我们的内心本身太过于纯真，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一些阴暗面，而自己觉得不舒服，或是太郁闷。会耶，真的是。而且其实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我在做 FJ234大概1-2年之后，我发现我的睡眠出了问题，所以我现在是有去在看身心科。所以你长大后会在乎不是别人怎么看你，而是别人需不需要你。你有这样的感受吗？你这样说是对的。我以前完全不会去想这些事情，而是我看了生命书之后才会去省思自己这件事情。但订阅不用钱哦。大家好，我是企鹅，我是福福。今天我要拍的主题是生命灵数。福福，你知道生命灵数是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而且是我第一次来你的节目，我们就要录一个这么生硬的话题嘛？生命灵数像是了解你自身的一个东西，所以它跟命理是有关系的吗？命理转职要做命理 YouTube？ 我没有，我就只是有一天我在剪片的时候，然后看到 YouTube 的首页就是在介绍生命灵数，我就说什么东西好神奇哦，就开始研究。说不是一研究之后3-4个月就过去了，然后我就3-4个月。所以你自己在生命灵数中有算到什么关于你自己的启发吗？很多事情其实你自己不觉得你是，但是你看了之后说哦，原来我有这种个性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我想说，借由这个可以来了解每个人。然后生命灵数的起源是一个科学家毕达哥拉斯。好，所以它是有科学根据的。对，可是讲起来还蛮选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就参考嘛，对不对？好，不要太迷信，就是参考这样子。生命灵数的算法就是你的西元的年加上你的生日，1加9加9。加7加8就是分开来，然后直到最后会有一个数字，那就是你的人格。然后总共会有1到9个人格。像我的话，你跟我一样都是9号人。哦，真的吗？概念就是像星座的概念一样。哦，好像处女座人都这样，就是或是天秤座都这样，所以我可以分9大类。然后9号人格给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很神秘的感觉。对，是。然后又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，而且你会愿意照顾你觉得弱势的人。对，是。而且你不是想要照顾每个人，你是觉得哦，这个人好像比较需要你的帮助，你会想帮他。对，是。9号人给的感觉就是一个淡淡的感觉，就是对你的印象就是也不会到特别强烈。然后可是我觉得好像是到了一定的年纪，就会想说淡淡的就好。没有，你自己看 Josh 是不是 ？Josh 是不淡的人。对啊，而且他刚才不是有说1到9号人嘛？我们9号人不是愿意去照顾弱势的人。对 ，Josh 的特色就是他是6号人，他是想要照顾全天下的人。你会发现，不管是谁或是来宾跟他拍片，他愿意去照顾他。你有没有发现这点？就是我们 FJ 有些粗活都是他在做，而且我还记得我不是有去他家拍，他无微不至可能他买个饮料，企鹅要不要喝？然后他就会愿意去买给你，他不会跟你说哦，我怎样。对，而且我每次只要就是去Josh家录影，他就说我帮你订饮料，对不对？我想说我们这么熟了，你怎么会对我那么好？而且我去年跟他其实还不太熟，我是因为跳舞课才跟他熟的。然后我刚才认识不到1-2个月吧，他说记得我过几天就生日了，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来跟我喝酒什么？但是我这个人又不喝酒，然后他就说没关系，你过来我请你喝酒。我说对我这么好，有吓到。他是一个中央空调哦，也算是。回归正题，9号人给的感觉是充满生命力、多才多艺。想象力非常的丰富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是，我跟你讲，说到想象力非常丰富，疫情我学会了一个新的专长，就是写小说。你会写小说？对，而且写的大概就是35页。而且9号人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对一个东西有兴趣，你会去钻研。对，然后之后如果你又发现一个东西有兴趣，你会同时一起钻研。对，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感觉？是这样子。可是我发现有一件事情，那这样我会不会是一个3分钟热度的人？因为我好像有一点点，因为例如说，可能有一阵子我在钻研剪片，就大概知道怎么剪之后，我就不想剪了，就会不想再继续学其他技巧，更深入的，例如说怎么用绿幕。这点的话，就像是你在选择，因为生命灵数这个东西，它会给你一个9宫格，会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然后这数字每个数字都有一个能量，甚至有人是全部连线都有。然后你就觉得，那他怎么办？他是全能吗？没有，他只是多了一个方式可以去选择。就是假如你每个能量都有，当下的环境、当下的状况而去选择你想要的感觉。所以有些人会觉得，我的生命灵数总算起来很矛盾。例如3号人格好，3号人格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活泼、很乐观。但是有些人说，我3号人，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很活泼、很负面？这就是你自己做的选择。那这样子什么都可以用选择解释啊。那生命灵数存在意义到底在哪里？认识自己。OK， 好。9号人永远会把工作放得比爱情还重要。有没有？我也是。然后你会相信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，见招拆招，坚信梦想。但我也觉得，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不可能啊。然后你喜欢服务大家嘛？刚刚说过你想照顾弱势的人。我跟你说，我喜欢帮全世界的人吃。没有，你没有啊。我喜欢服务大家。你怎么那么会接？然后刚刚说的都是正面的，所以相反也有负面。就是刚刚说的想象力丰富的话，所以相反的话就是太过于丰富会成为天马行空。你觉得你有吗？我这个人就是预算什么都掐得死死的。
预算，我们有时候会拍一些大制作，例如说 Make Diva，我们要花多少钱，然后赞助怎么来，我都会拿捏的刚刚好，拿捏刚刚好。我不会因为天马行空就说我们要去哪里哦，这也蛮好，就是你可以抓到你自己的。那你小时候呢？对，那你小时候你有觉得自己天马行空吗？我小时候觉得自己天马行空的人。生命灵数不是拿来认识自己吗？对啊，所以久而久之，你就会知道自己哪里不好，而去改掉。对，所以有时候人家会说，怎么越算越不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因为其实你自己都改掉，但是如果你仔细想想，你小时候是都这样子。对，我小时候，因为小时候就越容易就是浮现，就是你的人格是这样子。你说的是对。如果硬要说小时候开始算，我好爱天马行空。那你有没有那种9号人的特色，就是你会想把好的东西分享给每个人？会啊，或是例如你觉得这件衣服好好看，你会分享给你的好姐妹，像我今天的这个穿搭，我就很想分享给大家。对，很可爱。但是这边有一个兔子，然后我是一个吊链，还是一个兔子哦。对，这不是业配，但是我就觉得这样搭是一起的。我刚刚接服服的时候有吓到，超可爱的，好东西就想分享给大家。但是你有没有仔细想想，有时候你觉得你的好意，你想分享给大家，别人在想什么？我就在想说，别人到底需不需要我这份好意？而且人家有时候会不会甚至觉得你是在推销，你是在直销？对。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并没有这样觉得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们9号人就是愿意去分享给好的东西。我们9号人也很需要，就是你想照顾大家的同时，你也要得到希望的回馈，不然你就会像我一样灰心意冷。然后刚刚说的9号这数字是大爱，我们的内心本身太过于纯真，所以你有时候会发现一些阴暗面，而自己觉得不舒服，或是太郁闷。会耶，真的是。而且其实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我在做 FJ 234大概1-2年之后，我发现我的睡眠出了问题，所以我现在是有去在看身心科。做了这份工作以后，你会发现就是很多人情冷暖，就是你所谓的黑暗面。对，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又不希望这些事情抹灭了你创作的初衷，或者连动力什么，所以有时候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就是说人生也就是这样。对，我们9号人就是会有这种心情上感受。而且你再想想，你在之前你有没有做过工作，就是进入公司之类的？有啊，我打过工。就是你进入公司之后，如果你发现公司的什么运作方式不好，或是有些道德观念不好，你会想要去革命它。你有发现吗？你会想要去改革、去修正这些弊病，就是我们通常会是那种会想要改变公司的运作那种人。可是有时候就是改不了啊，就离开。对啊，就是我们会选择离开，因为我们会觉得越工作越不顺心。所以我们要给9号人的一个忠告就是，你不要去正视这些道德，你要做好你自己本身的事情就好了。我跟你是不同的部门，我们在同公司，但是我知道你做不好的事情，我也会去想矫正你。但是我们其实不要无视这些弊病的存在。对，因为你要做好自己，往好的方向走，不要去弄这些，反而让你一身疲惫。是这样子吗？因为你不可能去每个人都去弄啊。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，我觉得后来仔细想了一想，我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觉得工作再苦都没关系，可是我觉得我希望工作的那个氛围是好的。所以我刚才说，你想要革命，会让你想要把公司工作的运作会氛围是好的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有时候可能很多来宾 FJ 可能录个什么运动会啊，或者什么，我就希望当下的那个气氛大家是好的就好了。对，是好的。虽然你知道你自己后勤、你自己后置很累啊，对啊，你自己要做一些行政，可能还要就抠每个人几点，很麻烦，真的。然后我们要去准备那些道具啊等等之类的。可是就觉得如果大家是开心就好了，这就是9号人的个性，你知道是什么重点吗？什么重点？就是你愿意去牺牲自己，然后完成大局。好像是。有没有？对。例如你去玩狼人杀好了，假如你是好人，大家都觉得你是坏人，就说没关系，我就负责牺牲，让大家知道坏人是谁。我们就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我们可以帮助每个人都往好的方向走，对，好的结局我们就很开心的。对耶，对不对？而且我玩传说对决，我都是玩辅助，就是希望大家赶快好。对，这我一直想要塞在稿里面，被你讲出来，完全不是照着稿里面的，是不是你自己讲就把这些事情讲出来？我们完全是一样的想法。你给人的感觉就是刚刚说的神秘感。对，我超级有神秘感，越大越容易有神秘，就是我真的不想别人知道我这些事情，而且你也不愿意去跟人家敞开心扉，也是一个缺点。我也是，而且我跟你说，我最近跟朋友聊，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？他就说大家都觉得你怪里怪气的。我就说什么？我有这样吗？只是因为我真的在朋友面前，我真的是没办法，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个性是讲话很直，或是有时候大家会说我讲话没经过大脑，不小心伤害到别人。但是要怎么说？你干嘛有苦难言是不是？所以就
走过来会觉得自己就是给自己一个神秘感的感觉吧，保护色，人家说的保护色的感觉，对。所以我觉得越大越容易有保护色，真的。是每个人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每个人越大。那 Josh 也是吗？我觉得有。多拉呢？多拉吗？多拉其实你不要看多拉这样，多拉是很会做人的。哦，对，他很会做人，但是还是会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。但是我们是人家就觉得摸不清。对，是真的摸不清。对，你刚刚说的，虽然每个人都有保护色，但是我们就是摸不清。然后我们9号人其实也不喜欢表扬自己，我们喜欢低调一点。例如你做一件捐款好了，你不会想要把你的名字公布给大家知道。而且我觉得其实有时候好像有必要改掉我这个神秘感，你应该更掏出自己内心世界给大家分享。你应该要保持这些神秘感。那怎么讲？也不是啦，因为其实这没有。你说你干嘛害羞啊？把你的神秘感敞开来嘛。但是我觉得你不会想，对，因为我们9号人不可能会这样，因为我们心脏很好，所以很容易被人家上当或是占便宜，有这种感觉嘛。就我们都不太会拒绝啦。可是我觉得因为你前面一个提到的是神秘感，我觉得神秘感有时候就是保护自己不要去受伤。对，我们会怕受伤。所以我自己被骗吗？感情上会被骗，但是你说实际上，例如说人家会骗你要不要加入某一种又来，我没，你讲到那个2字都要帮我逼掉。好，人家问你要不要加入那些东西，我都会避免。对，我也是，就是尽量不要有任何疙瘩，就是连很好的朋友都还是会仔细的去想一下。对，这也是我们就是走过来，然后自己以前可能得到教训了，所以才会有这种结果，所以才会说小时候我们9号人都可能是被老一辈带大的，有这种感觉吗？谁不是啊？1到9号谁不是被老一辈带？老一辈就是爷爷奶奶那种，或是甚至是因为你父母可能忙于事业，然后有寄人篱下的感觉。我是觉得这点真的是有点悬，但是我就是，你觉得你是吗？你有寄人篱下的感受吗？你爸妈小时候有一直在照顾你吗？我觉得这好可怕。这好像真的没有对不对？我就把自己放在最后面，因为我不太敢讲，因为有点悬。所以你长大后会在乎就是别人怎么看你，还是别人需不需要你？你有这样的感受吗？你这样说是对的。这点我也有在思考一下，我以前完全不会去想这些事情，而是我看了生命书之后才会去省思自己这件事情。别人怎么看我真的觉得还好，但是我觉得别人需不需要我很重要。而且有时候别人看你那就是那样而已啊。说到这里，别人怎么看我，你知道吗？我年纪越大，一直讲自己年纪越大，我发现我对陌生人是越来越没有耐心。我懂，应该说，如果我们认识的切入点，同事、学生什么的，我都会有耐心。但是如果是网友或者是夜店认识的陌生人，我真是一点耐心都没有。他们有时候可能会聊一些很无聊的，或是过问你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，就会生气。我会耶，我也会。我只觉得我自己太差，没有啦。还是我们这个是算大头症吗？不是大头症，不是大头症，对不对？这不是大头症啊，这跟你红不红没关联啊。对，我就觉得他们在惹毛我。对，我也觉得。我有一集有讲这个，你知道，例如说，我可能在圈内有一些人知道你是谁，有时候就是用交友软体然后我看到会生气，人家就说你是福福吗？你怎么会用交友软体？我就说对，而且我还会搭捷运，而且我还会吃夜市牛排，而且我生病的时候我还会用健保卡看医生。你想好多，我是会真的会翻白，然后有时候第一时间被惹毛，我会先做别的事情，然后如果后来看一下，还算长得好看，就会再回应。你会吗？我也是看大家心情，可是我大部分的时间是直接封锁。对啊，会不爽啊，我也是会，我跟你一模一样。那你有没有一种感受是，假如你的好朋友是，例如多拉或是 Josh，他们出去玩，你看他们开心，你就开心了。对啊，我看他们开心，对不对？我也是，而且我有时候觉得是，就大家都会这么想，但是你有吗？对啊，我看大家开心我就开心啊，就是会想要大家一起共好。这是我们9号人一个大特色。所以以刚刚来讲的，我们9号人就必须要找这些能为世界或是人类贡献的事情，听起来很大爱或是很，但是这就是讲最直白就是这样。对，假设9号人的你现在在做一些很无聊的事情，你做久，你没有觉得你在做，就是像是帮助人类，你就会久而久之，你会觉得自己心情很沉闷，然后做久会觉得为什么，然后会怀疑人生这种感觉。所以我其实之前帮朋友算过，他也是9号的，我就说你工作什么？他说我的工作是电影的包场。我说真的假的？那你这样心情怎么样？他说他的副业。他副业是开 party， 或者想要帮助大家一起开心之类的。所以我们刚刚才说的，我们工作的满足感来自于帮助人类。如果你一直遇到就是那种烂泥扶不上墙的对象呢？我很常有这种人，不管你告诉他你该怎么做，或者是说怎么样对你最好，然后他永远都是在讲垂头丧气的话，然后好高骛远，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要做什么什么的，然后你就跟他说，可是你现在没有钱，你应该不是先想办法，例如说去打工啊之类的，然后他们就不听，他们就是不听，然后一直在讲一些垂头丧气的话，然后这世界上对不起他，那你怎么办？我遇过，他一直说他想要自杀什么，我就一直在感化他什么的。然后我就真的会一直试图，而且
会用我的全身的能量去，就是给他正能量。你不会想说，那你就去死吧之类的？好像不太会，你会吗？可是你应该是到很后面才会这样，对不对？你一开始一定会一直想要帮助他。就例如说，我一直要去找工作，他就是不去找工作，我就想说，天哪，你这样子，你都几岁的人？对，我们会生气。但其实对于其他人来说，就觉得不关我们的事啊。但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就会想要生气。家人就觉得干嘛生气？这就是我们的这种人格的感觉。其实没有必要为这种人生气。对，那顺便讲一下你的爱情好了，就9号人的，就是9号人千万不要闪婚。这是重点，我们必须好好的跟对方敞开心扉，这是很重要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因为我发现，我刚才说我们有保护色嘛，我们真的是不太会跟人家讲心事。你除了你要为了敞开心房这件事情之外呢，你还需要对方去接纳你这个心事。然后如果他有接纳，然后你也敞开了，那你们的爱情就会越来越好。而且我们9号人追求的是精神上，我们完全不是只追求肉体。而且你知道我这个人，就你刚刚说的是不能闪婚，你要对方接受你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我想到前面一个事情就是神秘感，你知道我有一个交往了1年的男朋友，他从来没听过我放屁。对我也是我其实交往1、2年都不太会。对，我不会在他面前这样不，我不行我不行的，教训应该会。我就觉得说，好像情侣就例如说，或者是拉屎的时候，好像合理，会有声音之类的。对，然后我会害羞。对，我会害羞，我就会开始慢慢拉，慢慢不敢这样。如果在家就是唰，对不对？在男朋友家就是慢慢拉屎。我好想讲，自从多拉跟杰西当室友之后呢，我要上厕所，多拉就说你就上啊。我说我真的没办法，你们去远一点好不好？因为你不好意思让他们听到你。我真的不行，你是也是，我不行。天哪，我真的觉得拍得起好重要，就算是另一半，甚至家人我都不敢。我其实连讲什么拉屎这种事情，我连在朋友面前不讲。我听到对方仙女，对，我没有觉得我是仙女，但是我觉得不舒服，我不会去讲。我以为是我自己还是处女座的关系，但其实好像9号人听你这样说，好像都是这样。这时候如果你是9号人，看有没有跟我们心里有灵犀的感觉。所以我们9号人，你在付出的时候，你给予太多，如果对方没有回馈，就是刚刚说的，就会瞬间的冷掉，然后很淡淡的直接离开了。对，就例如你在约的时候，你就一直想要什么约什么时间啊之类的啊，地点啊什么的，然后他们就一直不回，然后有一天你就会直接想要把他封锁了。我们好像哦，就是会一声不吭的封锁。如果这一集播出去，会不会大家觉得我们都有大头症？你们身边这不是大头症哦，大头症。大头症是你连认识都有困难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不大头症。我们的前提是因为被打枪，就是他一直不给我个明确的。对，然后就打嘴炮，我就觉得什么意思？然后有时候就敷衍，我就觉得受不了，我就这样直接离开了。现在年轻的小朋友很愿意跟你耗。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时间了，就是我们可以聊个1、2个月再来见面啊什么的。我看到真的会生气。还有那种交友软体，就是他可能不知道你是谁，然后好好聊天，然后那可以要赖嘛，然后他就说我们再认识久一点再给你赖好了，我就也会不爽我就说交友软体就已经没有在开提醒，然后还要一直跟你看那边聊天，我真的不爽。然后有一搭没一搭就这样不见了。对啊，听到我真的好像哦。怎么办啊？对啊，9号人都这样是。总结9号人来讲好了，有算准吗？算准。那我再给你一些很玄的事情好了，就我去网络上查的。我刚刚说的不是1到9都有能量吗？你在出生的时候好像就是身上有哪些能量，然后我们9号人推荐听宗教的音乐，自己舒服就好。你觉得哪一个宗教适合你就听哪一个，不用局限在你一定要什么。像我个人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喜欢听那种宗教音，自己听的就觉得很舒服，然后会有一些能量进来，然后会告诉你一些灵感。我自己会有，就是有一些什么大天使和尚那种，你就觉得哇好舒服那种感觉。9号这个数字是白色嘛，你可以多穿白色衣服，或是让你的桌面干净，你就会很多灵感。这也是我听到上面讲的，我可能这边会剪掉，但是先跟你说一下。好，总结来说，9号人的话推荐跟2号人跟6号人比较合。6号人是 Josh 然后2号人是多拉。天哪！很可怕，对不对？因为2号人就多拉会给9号人很多安全感。我跟你讲，多拉多给我安全感，你知道？多拉我可以讲吗？可以。之前就是说 Commander 有一些日子，然后我就很想去看看，然后你就找他陪你。我觉得说多拉你陪我，今天是无裤日，我真的很想去一次无裤日，然后就陪你去了，他就很好啊，对啊。然后3号跟1号也适合，因为3号会让你的开心一点，会更乐观。谢谢补今天来我的影片，我们这集也讲到都是内心话。等一下结束我帮你吹。2个9号人拍这集也蛮缘分蛮特别的感觉，因为我们不太会去讲一些内心话的事情。希望你们9、8喜欢，老板晚上给你观看，拜拜。然后你有7、8、9这条线，计划有企图心，然后你的智慧跟人脉以及你的成就大事业是绝对的。真的吗？有这么好？所以你1、2、3很多东西都想学，但是内心会有障碍跟瓶颈。你光是执行力低，然后东西都想学，你这样把我讲的真是一无是处，没有，就是缺点啊。
但是你还是有厉害。